天中间这位先生的生日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1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新的一个月，是不是？昨天参加上马的小伙伴们，还有其他地方马拉松的小伙伴们，都辛苦了。咱们频道有几位观众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，评论我都看了。之后我们的训练营目前很顺利，差不多人够了。咱们最早的一批从下周一开始，所以这几天就给大家拉一个群，之后我们各自看看是佳明还是高驰。看大元先生，早上好。大元先生昨天的10公里拿了年龄组的冠军。10公里，4分之一马拉松，4分之一马拉松，10公里多一点点。奖品是大米2公斤，还有其他的很多。大米2公斤啊！现在大米价格有点高。大米今年的奖品是5公斤啊，去年是5公斤，今年2公斤，今年2公斤，所以说明确实是大米涨价了。最近我看市场里大米的价格有些回落，但是我其实吃米挺少的，我们买5公斤的米，3个月都吃不完。今天还是6点45约了观众，刚才和大会员先生他们一起周一的慢跑队跑步照相之后，我来见观众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个什么话题呢？早上起来我看评论，有一位小伙伴说：“哎，博哥，你就像你这样跑，也不快也不短，那训练目的是什么？”那我觉得这位小伙伴想的特别的对，就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干一件事儿，就包括咱们下周要开始训练营，其实我也特别希望小伙伴们问，或者说在一起讨论训练目的。一方面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训练逻辑，还有一方面是你练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你自然而然的你的训练的状态会有改变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大家知道的在台湾生活那位王先生，他现在跑步2-3年就已经跑到240了，但是他日常的训练跟我分享的就是跟我在北京那几年差不多，就是每次都跑得不少，也跑得不慢，都挺快的。这就是那个状态下的训练状态，或者说那个能力和那个积累下的训练状态。然后他跟我的反馈就是，已经慢慢的意识到了，有点训练课强度课顶不上去，这是他给我的反馈。意识到这个，从意识到这个到解决这个问题，大概就我用了1年的时间。现在为什么我这样练呢？就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轻松的慢跑，然后呢，偶尔会有一到2次是跑到那个有氧区间，就对我来说，可能4分40差不多。然后就是每周2次的强度课。但是现在我这样练以后，我每周2次的强度课，有的时候可能是3次，就是准备比赛的时候，最巅峰的1个月是3次。每周的这2到3次强度课，我都能顶到比较，让自己满意或者比较顶的状态。但是如果像以前那种训练逻辑，那就其实是慢也慢不下来，快也快不上去。那对我现在来说，就没办法提高，因为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道理，我之前也想不通，这1-2年想通的，就是我举个例子。其实都不是这1-2年，这半年多才特别清晰的想通。就是比方说我的目标是2小时，假设2小时36，那我就得把我的马拉松配速从事实上的3分45提升到差不多3分41、3分42。那这个提升是怎么来的？显然它不是你平时每天去跑一个4分左右的半马这样能来的。这样它能让你怎么样？能让你
就只能说他的训练效率对我现在的目标来说就太低了。你总这么跑并不是不行，但是进步会来的特别慢，因为那样跑的话，你练到的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高强度的有氧能力。它能保证什么呢？保证你在后程尽可能的不会崩。但是现在后程崩已经不是我面对的问题了，就这么说，你跟我说你后程就崩，放心崩，你前程按照3分40跑，我可能也做不到，因为我没有那个3分40的持续的能力，它就不是崩的问题了，而是做不到的问题。就像比方说，我跟一位破4的选手说，我说你就别管后边多崩，你就冲，你前半程按照1小时20的办法冲，你这么干，他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现在我的训练重心应该是在绝对速度能力，然后乳酸阈值，还有就是你看我每周6的这个训练，最后的冲刺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找到那个在比赛中，就这么说，它不一定是帮助你比赛最后冲刺，而是说帮助你比赛在最后的几公里想往上顶一顶的时候还能顶一顶。就像你们看我北马的节目，在38公里还有最后的1公里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想，我努力顶一顶，我这1公里还可以顶到3分30多，然后呢，我哪怕再掉一点，我掉到我的平均的速度下。还有像悉尼，虽然悉尼跑得不快，但是最后的冲刺，悉尼最后的冲刺其实就是有点炫技，真心话，有点装，因为那时候悉尼跑得慢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能力，我说冲一把，就是这样。而这些就必须得是你该快的时候能快上去的训练带来的。那你想该快的时候快上去，平常你就不能每天都那么硬干。但是啊，说心里话，对我来说，我相信对王先生也是。你跟他讲，现在就在我那时候每天跑21公里4分10左右的配速的那个状态，你跟我说让我跑成现在这样，我也做不到。还有1分多钟，不知道观众来没有？不能是前面这小伙吧？哎，小伙伴们，12月1号星期一。新的一个月，新的一周，轻松跑一个半马，遇到2位观众，然后还和大渊先生他们的慢跑队一起跑了一段时间，就轻松这么来一个。你要说问我说，好，你这样，比方对我来说很慢的配速恢复跑，心率130以下，甚至100，甚至不到130的这种情况下，那跟你以前那种训练，或者跟刚才你说的王先生那种训练比，是不是效果更差呢？那肯定是的，就现在差不多我的经验或者我现在的体会，马拉松跑到2小时50以内，想再往前走，是要追求一点点极化训练的感觉。所以极化训练就是你要放弃平常的那种效率不高的，怎么说呢，在有氧速度偏快的那一部分的匀速跑。而换来的是，像比方我每周2到3次的强度课，在这强度课上，我可以把每一个400米至少跑进72秒，从第3个400米开始，争取能跑到70秒，最后一个跑到60多秒，67、8秒。你最后有那么2-3个，就对我来说啊，67秒、68秒，甚至65秒、64秒的400米，要比你这一周多2次稍微快一些的半马或者16公里要有用的多。或者说像周6我们那20公里的配速训练，我最后努力去加速，加到比如3分30多，最后那天是3分33最后1公里结束的，它也要比真的1公里的对你从2小时50到2小时40这条路上的提升，要比你跑那些比方说4分左右的匀速的21公里要有用的多。因为后者就是4分左右的21公里已经不足以再提升你的配速能力了。马拉松跑到最后想跑进240再往前，其实就是那种就有点像刚开始半马能全程冲下来那感觉，你感觉全马是冲下来的了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